第一集在我心中留下了蛮好的印象，只是还要等到明年才能看到第二集，着实有些令人难过。影片中有大量爆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郑峰。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魔法坏女巫》。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西西亚·艾利沃所饰演的艾法巴，由于母亲的关系，天生就是绿皮肤，并具备有使用魔法的能力。由于肤色的关系，艾法巴从小被排挤、欺负，父亲也更关爱不良于行却肤色正常的妹妹。他期望有一天可以见到伟大的奥兹大巫师，将她变成正常的肤色。两人成年后，妹妹进入西兹大学就读，一家人陪着妹妹参加开学典礼。为了保护妹妹，艾法巴不小心施展了魔法。魔法学院的院长莫里贝尔因此看中了他，要求艾法巴留下跟着他钻研魔法。人生中第一次被肯定的艾法巴成为了西兹大学的学生，也阴错阳差的成为了格林达的室友。个性与外表大相径庭的两人互相厌恶。某日，费耶罗王子转学至西兹大学，他邀请学生们晚上一起去舞厅挥洒青春。艾法巴的妹妹也因为格林达的关系受到邀请，看着开心的妹妹，加上自己也收到格林达送的帽子，为了感谢，他请莫里贝尔让格林达也加入魔法课程。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格林达只是为了恶整他，才将最丑的帽子送给他当礼物，并邀请他出席舞会。不知情的艾法巴戴着帽子出席，并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他独自在舞池中跳舞的身影，让得到魔法课程邀请的格林达感到内疚，主动释出善意与艾法巴共舞。两人化敌为友，也改善了艾法巴与同学间的关系。然而好景不长，校内与艾法巴关系最好的动物教授迪拉蒙，因为新法律禁止动物教书，在课堂上被强制带走。新的教授在学生面前高谈论阔，要如何用笼子关起所有的动物，让他们不再会说话。忍受不了动物们被歧视的艾法巴无意间施展了魔法，让在场的所有人陷入了沉睡，只有费耶罗安然无事。两人将被新教授虐待的小狮子救出，此事让艾法巴与费耶罗两人开始在意彼此，也让费耶罗开始思考动物歧视的问题。得知课堂上状况的莫里贝尔兴奋地联络奥兹大巫师，没多久，奥兹大巫师便送来了邀请函，邀请艾法巴到翡翠城与自己见面。兴奋的艾法巴在众人的欢送下，带着格琳达一起前往翡翠城。顺利见到奥兹大巫师后，艾法巴放弃了改变肤色的愿望，转而许愿改善动物歧视的问题。奥兹大巫师答应了他，但希望他可以先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就是阅读格林魔法书。莫里贝尔也为了见证这个时刻来到会面厅，在发现艾法巴可以顺利阅读并施展上面的魔咒时，奥兹跟莫里贝尔两人兴奋地倾诉对未来的展望，也因此说溜了嘴，让艾法巴发现奥兹才是造成动物歧视的元凶。也在对话中注意到奥兹根本不会魔法，只是一个骗子而已。失望的艾法巴抢走了格林魔法书后逃跑，格林达追上了艾法巴，认为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只要现在回头，两人还是可以过上曾经梦想的生活。但此时莫里贝尔却用翡翠城的广播通缉艾法巴，称呼她就像那一身绿皮肤一样，是一个变态邪恶的女巫。事已至此，艾法巴邀请格林达一起离开，格林达婉拒了这份邀约，替艾法巴披上了黑色斗篷。两人互相祝福彼此不会后悔，并且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守卫的包围下，艾法巴用扫帚逃离了翡翠城，向西方飞去。在开始聊这部电影之前呢，等一下先声明，虽然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看，但某个角度来讲，它的观影门槛还挺高的，而且有一些资讯如果进场前没有先知道的话，或许会很严重的影响到观看时的感受。首先最重要的，这是一部歌舞片，而且浓度相当的高，基本上这部片里面没有唱歌跳舞的时间，少到非常可怜。所以如果你是属于不喜欢歌舞片的人，那这部片非常的不适合你。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预告片没有告诉我们大家的，这部电影是第一集，它还有第二集，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看电影看到结尾却没有得到一个结局的话，那你需要斟酌一下是否要进场去看这部电影。在这边我们顺便说明一下这部片吧。这部片主要是改编自2003年在百老汇上映的同名音乐剧，而那部音乐剧呢，又是改编格莱格利马奎尔在1995年写的《女巫前传》，而这本《女巫前传》它又是参考了里曼法兰克保姆在1900年写的《绿野仙踪》。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长寿的故事，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这部电影在预告片的时候几乎没有在隐藏它的剧情。某个角度来讲，你看完预告片就大概可以了解这部片7-8成的内容了。可是即使是在已经了解剧情的前提下去看这部电影，能得到的感受我觉得还是很深刻的。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这部片的重点并不是在它的剧情，而是在每一个角色他们心境的转变上。如果我们直观来看的话，这部片的剧情是很薄弱的，
的，因为它主要是在描述一个女孩想要见到奥兹大巫师，并且因为这个目标而在大学里面发生了各种故事，而勉强可以支撑这个故事的主线就是动物骑士的部分，但这个其实也很少。真正支撑这部电影的是两位主角的成长，看着艾法巴从一开始坚强高冷的形象，然后慢慢的去展现他的内心，让我们了解到他并不如我们大家所想象中的那么坚强。面对出生之后一直遭受到了这些恶意，他只是学会了装作不在乎。看着心理防备如此坚强的他，慢慢的与葛琳达交心，成为朋友，到最后明明知道彼此的选择并不相同，但仍然祝福彼此，接着分道扬镳。这一整个流程下来，他不能够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它是一个很精彩的角色成长。葛琳达那边我也觉得很好看，你很难想象一个从登场开始就会让你打从心里觉得把世界上所有做作的要素都聚集在一身的女孩，到了后期是如何因为一个简单的场景就让你感觉她或许真的只是有点傻而已。这种体验是很难得的。我觉得舞厅那边的表现是真的很优秀，有鉴于这部电影整部都是音乐剧的形式，大多数的时间这部片都在唱歌，即使没在唱歌，通常也都会有 BGM 在环绕。讲比较不好听的就是这部片还蛮吵，但是唯有舞厅艾法巴登场的那一段安静到很可怕，但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一段对于这两个人是多么的重要。我觉得两人在舞厅和解的那一段是这一部最大的亮点，也是最触动我的一段的。就像你说的，明明在此之前所有的场景都十分的嘈杂，但就唯有在这个时候去除掉了所有的 BGM， 让我感觉那些投射在艾法巴身上的恶意从画面里面渗透出来。我们可以听到在鸦雀无声的舞厅内，每个人窃窃私语跟嘲笑的声音，以及针对艾法巴那些充满攻击性的话语。正因为场景如此的安静，所以连观众都会感受到那种坐立难安、空气凝结起来，仿佛可以把人杀死的气氛。看着在这样子的气氛下依然故我用自己的方式跳起舞的艾法巴，我想连观众都会觉得尴尬，甚至觉得痛苦。但是也正因为他这么勉强自己，可能正当观众也觉得艾法巴是个很坚强的人，即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也勇于展现自我。接下来却借由葛琳达的那一句他不是不在乎，他只是假装自己不在乎，让观众发现即便是从片头就一直表现着自己坚强一面的艾法巴，其实说到底他也只是个脆弱的人，他跟在场的所有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他受到的恶意太多，所以他必须要比其他人更加的学会保护自己。因为在我看来，艾法巴强装没事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明显的，所以我并不会因为说葛琳达讲了这件事情我才意识到他。但换个说法，一直以来只在乎自己的葛琳达开始学会在乎他人，而且我觉得也是这一段特别体现了为什么在绿野仙踪的时候葛琳达会成为善良的那个化身。选择行善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实际上葛琳达前面也一直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善良的，但比行善更困难的是犯错之后可以勇于面对错误，还自行改正。正因为平常葛琳达表现得很机车，才更显得这个瞬间很珍贵。他不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对于艾法巴做不好的事情而感到羞愧，他还主动想要去面对自己的错误，帮助艾法巴跨过这个难关。除了这一段之外，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结尾两人互相告别，艾法巴真正成为了西方坏女巫的那一瞬间吧。配合上这一段的音乐，那种直击心灵的感觉好强，因为他这边是配合的整首歌进入高潮的时候，瞬间完结这部电影，导致这部电影开始跑工作人员表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不自觉就湿了眼眶。他们借由这首歌传递出来的情感，以及两个人发现彼此的信念不再相同时，他们没有选择恶意相向，只是默默的祝福着彼此不会后悔自己的想法，并期望对方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这种好朋友因为信念不同不得不走上各自道路的桥段，无论看几次都会让人觉得很痛心呢。可能因为这几年看的不管是动画还是电影，这种类似的桥段稍微有一点多了，所以我看了当下比起去感慨他们两个明明是好朋友却得分道扬镳这件事情，我比较把重点都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最后院长会拥抱葛琳达，明明他前面还一直在呛人家只是个麻瓜，又或者是感慨杨紫琼在召集那些猴子侍卫去捕捉艾法巴的时候演技看起来很帅。其实我在这一段感受比较多的是艾法巴哈的痛苦吧。杨紫琼饰演的莫里贝尔是整部戏里面第一个正面肯定了艾法巴的人，在艾法巴心中一定占有
有着很难以想象的地位。因为要是没有莫里贝尔，他的生活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不会有人肯定他，不会有人教导他，他也不会有实现梦想的一天。但是对他来讲，这么重要的人却如此直白的攻击着他的肤色，声称她是一个邪恶的女巫。很难想象在这个当下受到了那种打击有多大。这一幕的莫里贝尔让我感受很深的是，这部电影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很栩栩如生，他们就像所有我们会在现实里面看到的人一样，会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让我们感受到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变了，也会因为信念的转变让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就变成了面目可憎的恶人。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可惜的地方就是他只顺利的完成了2个角色的成长，但其他的角色都只有点到为止，这感觉真的很痛苦。考虑到这一部毕竟是 Part 1，它还有后半段，也许那一些还没有那么多发挥空间的角色，他们的戏份会被放到第2部吧。比如说艾法巴的妹妹，我觉得就还蛮有可期待性的。开头爸爸送他母亲遗留下来的那双银鞋，有看过《绿野仙踪》的人应该对那双鞋有很强烈的印象吧，会很期待到底是不是有关联的。如果有关联的话，艾法巴的妹妹会怎么变成东方女巫？除此之外，就是原本潇洒玩世不恭的菲耶罗王子，在因为一次简单的相处改变自己的想法之后，他会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跟艾法巴，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也让我非常的好奇。因为我没有看过原作小说，也没有看过原本的音乐剧，所以对于第2集我有很多的期待。第1集在我心中其实留下了蛮好的印象，只是还要等到明年才能看到第2集，着实有些令人难过。整体来讲的话，关于这部电影，我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就传达它带给我的震撼。全实景的精美画面跟写实感，很少有电影可以比拟。虽然预告已经爆雷近乎所有的剧情了，但在观看的时候不会因此感到无趣，反而会好奇在电影开头时如此水火不容的2人是怎么成为朋友的。而对此，这部电影也下足了功夫，每个角色都十分的有特色，而且很好的表达出了改变一个人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契机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他们在人物的转折跟情绪上面费尽了心力。除此之外，歌曲、舞蹈、画面重重要素堆叠起来，满溢而出的情绪不断传递了角色们的想法，也将这些感情渲染给观众。我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不过歌舞剧的表现形式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习惯，如果不喜欢这种风格的话，就不用勉强。看电影还是得求娱乐自己。另外，这一部是第1集，第2集要等到明年，不少角色还没有成长完全，甚至有一些才正要开始。如果喜欢一口气看完整个故事的人，可以再斟酌一下是否现在就要入场。不过歌舞画面这些地方，在家里用电视看还是不比在电影院可以感受得到的魅力啦。如果不排斥歌舞剧的话，我真的很推荐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看这部片。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